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介绍这节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胜峰，大家好；前张天监舰长李登辉。黄镇辉，不好意思，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一次跟舰长一起互动，对，不好意思，叫错名字。好，我们还是先来关心，就是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些贸易谈判，那现在也陷入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些问题哈。在互相见面之前，川普跟习近平，中美是不是互相来戳他们的死穴哈？按照目前最新川普的动作哈，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考虑要限制对中国出口大量由软体驱动的产品，那这些包括了像是笔记型电脑啊，到喷射引擎，影响非常的大。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在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也间接的证实哦，按照他的说法是说，将确保所有的选项都会摆在台面上。如果这些出口管制措施最终实施，我们很可能会跟 G7 盟友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协调，这是美方的一些态度。而在大陆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主张跟一些限制上的一些作为，包括要对美模拟晶片反倾销进行问卷调查，要限37天内进行相关的一些回复，包括这个获利啊一些比较 detail 的一些讯息，要求美方这些相关的企业在37天之内要如实填写，如果没有到达这个时间填写的调查机关可以按照目前获得的事实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裁决哦。目前可以看到双方都有进行一些贸易上的一些武器上的一些攻防，双方除了都使出了一个以升级来处降级的策略之外呢，现在都锁定对方阵营比较难缠的一位，包括了像是这个攻击了陆商务部的副部长李成钢，无理又难缠哦，这是美方对于李成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攻击。那中方就放话要攻击美国商务部长是搅局者，而不是财政部，双方都有各自的动作。而另一方面呢，川普呢在针对习近平上是不是讨不到便宜哦？按照这个川普即将跟习近平进行碰面，他就放话要跟习近平谈成所有的协议，包括大豆还有限制核武。我们来听听川普的最新说法。We'll make a deal on, I think, everything.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 deal on soybeans and the farmers.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 deal on maybe even nuclear. 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看起来是信心满满。他说，所有的事情都会达成协议，包括了像是要求北京要采购大豆，甚至是限制核武。不过，真的有这么好吗？因为按照这个彭博的相关的一些说法是说，美国方面根本离不开中国制造的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哦。那习近平下周会谈判，很可能就会开大决。目前呢，证明美国关税在控制企业进口选择的能力方面极其有限。而另一方面呢，在彭博的经济有一个专家，他有特别提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有一个强势的地位。那他会在短期间之内，美国进口商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可是其他国家无法迅速取代中国作为美国供应商的这个角色。因此，生产线的重新布局需要时间，短时间的没有办法摆脱中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压力。而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大决因为管制12种稀土只是一种小菜，不只有磁铁，目前包括了这个药物中的化学成分，或是精炼铜、阴极板，还有电缆都是可能拿来对付美国的一些管制上的一些作为跟手段。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贝森特美国财政部长特别有提到目前美国正在考虑，如果无法暂停或缓解中国稀土管制，美国会跟盟友来进行讨论，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应变。谈的都是稀土，那稀土其实中国方面早就布局已久，布局从什么时候开始？从1992年，当时这个邓小平在南巡的时候就有特别提到，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在一个战略上的一些产业跟计划，在1992年就已经制定出来。1995年的时候，并购通用汽车旗下的稀土磁铁矿产，几年之后，美国就把所有的这个稀土厂都关闭了，然后全部移到了中国。那到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对稀土征收所谓的这个出口税，中国几乎就成了全球唯一的稀土磁铁的供应者。我们可以看到，在稀土上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些布局，从1992年就已经开始了。而另一方面，纽时也特别提到，川普要拓展美国稀土，用低价来影响民间投资的意愿因为川普也是希望美国是不是自己的业者能够开发所谓的稀土的一些精炼的一些技术，那可是他采取的不是传统的一些手段，按照目前
业界的认为，政府除了要投资，仍必须介入市场来提高价格，民间业者才有可能持续来进行有效的相关投资。我们请一下亮哥看一下，目前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即将见面，是不是在互戳死穴？我觉得半导体对中国不叫死穴了，你只是那个高阶晶片你用不用嘛？是，所以它的手机算力就比较慢嘛，啊，那 H100不要用，一样还是可以算啊。可是稀土真的是死穴，美国如果没有拿到必要的稀土的量，它很多工业就停了啦，没有办法运作。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福特汽车，福特汽车前一阵子就是车用的发动机的稀土拿不到，结果它有一个生产线整个叫停，就全部都做完了，发动机不能装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非常严峻的，而且我也完全看不出中国要让的样子，所以这个完全是川普跟贝森特每次都这样嘛，在见面之前就在那边夸口即将有的成就啊！是，我跟你保证，他一定失望了，因为中国大陆如果这个时候要把稀土这种王牌打出来，而且还0.1%，只要含有中国的稀土原料，对，就要就全球长臂管辖。我认为它的对标就是半导体。你如果要我放稀土，你半导体也要给我放。我不认为川普有做好准备了，因为这个恐怕不是川普一个人能决定的。因为美国如果不要半导体这张王牌啊，那恐怕民主共和党的鹰派惶惶不可终日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对决了，是啊。那因为中国大陆12月1号才要正式实施，所以你现在还不知道它管制的具体对象是哪里啊？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还会再出别种牌啊，没有必要啊。那我认为美国非常不认真，比如说他现在认为说用软体来反制中国就会害怕，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们难道不知道鸿蒙已经做了手机跟笔电的基本的软体了吗？你不知道你们的 Office 中国大陆已经有 WPS 了吗？你不知道你的制程软件 EDA 华为已经弄出一个新的生态系，你们都不知道，那你这样怎么做贸易战啊？科技战啊？我认为美国如果对中国打软体牌，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那个不是致命的，那反而是帮助华为来扩张它的市场，就是鸿蒙啊，对，鸿蒙就进一步去扩张市场啊，所以我觉得，坦白说了，那个美国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啊，很明显是低估对手，高估自己了，所以你现在就满头包了，而且我不认为 APEC 这个会有解了，甚至连大豆都谈不出来了。中国大陆为什么要买你的大豆呢？那请问你要买中国的什么？我为什么要让你？请问你有什么牌嘛？现在给我感觉好像是那个漫画要倒过来画。那习近平问川普说：“你还有牌吗？”好像变成这样了。而且美国的军工产业如果拿不到重稀土，它的存量只有6个月，所以我们台湾的军品大概又要再延了。对。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过去日本在2011曾经被制裁过稀土，那因为2014年它 WTO 胜诉嘛，可是这个以后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稀土行业的整并。可是日本那个时候就发了一个誓啊，说我稀土一定要尽量去发展非中国的来源。日本已经搞了11年了，日本现在的稀土来源只有30几%不是来自中国。所以我跟你讲，你美国从今年开始弄啊，有人估计至少要2032年以后，美国才能够累积出我们讲一贯作业了。明年就有了啊。他说明年就有，那个是胡说八道，因为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只占全世界不到10%，
而且大部分都是亲稀土。我跟你讲啦，澳大利亚自己也知道了，那个动作就是炒股用的啦。所以美国跟澳大利亚的稀土股票都大涨嘛。实际上根本做不到而且美国等于是去抢日本的订单。因为日本就是跟澳大利亚买的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没有那么快会有解啦。所以美国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方案。我认为中国大陆就只要一个啦，我们就做大交易，你半导体就不要制裁了吧，那我稀土也不要制裁你。可是我认为做不出来。好，我们请盛峰老师。我看川普啊，越看商场上有一种人呢，就是缺钱的时候啊，在找人投资啊，光他去个转坡啊，他就是这样子。就是他现在就那种缺钱了，急着要去找人投资，有没有？人家3度破产都活不了。对，你看他的讲法就这样，很厉害那种吹牛型啊，那种吹到了，所以他以忽悠要取胜，但是他忘了他面对的国家是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用《孙子兵法》，这旁边有将军在啊，这个《孙子兵法》有点班门弄斧，很简单。战争里面两边要对垒，比一比将跟将。比一比兵跟兵，比一比资源跟资源，比一比这一项一项来比，比完以后这场仗能不能打？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比，我现在就很简单的来谈一个事情，这一场仗不要比了。你有中期选举的压力，中国大陆没有。对，你有党争的掣肘，中国大陆没有。你有利益团体不断对你的悉悉守守，中国大陆没有。你有那个现在呢领不到薪水，心怀不满的这一个整个的官僚体制有没有？中国大陆不会有。你是完全靠相当多的所谓的民间的这个智库啊，而中国大陆靠的是它的整个的行政体系去清理出来的东西。就说你只要那一比啊，我就看不出他在赢什么，我也看不出他在吹一个牛，说习近平我不跟他见面啊，那习近平说那刚刚好啊。现在是谁急着要见面？就一天到晚我在想说，我要跟亮哥见面，亮哥从来没有讲说他要不要，我一直讲，那你觉得是你比较急，我说我比较急，这个不要伟大的什么国际政治了，用人之常情就好，然后就讲你再不答应我就不去见你哦，你就说鬼啊，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啊？你不要忘记，前置我们活在鬼话当中，就是今天。川普给我们看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大陆里面领导人的见面绝对不会随便。假如私下没有协议好，这一个见面最多是 say hello， 你咋办呗？大概就这样子。就没有协议好，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坐在谈判桌上啊，然后呢随意发挥。川普可以不理幕僚的提议，随意发挥。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各级从国家主席、总书记开始到总理到各省市，所有的人只要坐上谈判桌，没有护案，第一个或者没有事项谈好，是不会上桌的。那我不晓得今天到底中美谈好了什么？没有，只有芬太尼。他说，那芬太尼还在飞呢，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听到一个人谈好了，就我看到了，就是川普一天到晚说谈好了，他们说没问题了啊，我的稀土明年就是扯都扯不下去了。可以体会得到这一场比一比啊，真的我看不出他的胜算在哪里。我倒看到了一个忽悠大王啊，不断的在向全世界忽悠啊。最后简单的讲，中美在这次的博弈里，不是他手上有多大的，不是手上各自有多大的资源，两边的资源各有千秋。但是有一点，两边的将跟帅啊是完全不可比拟。那这一场仗啊，我们两边拥有的资源都差不多，可是对方那个将军跟领军的有没有？他根本就像一个傻一样，另外一个很沉稳的在等待你出招。哎呀，我常常最喜欢举那个剑道啊，有没有？这两个在比剑，一个在撸了大半天，另外一个就站在那里不理他，等到最后的时候，嘣一棒打下去，不就这样子吗？现在中美之间呢、这个之间的比喻这样，所以 APEC 会议各位可以去观察，两个人会碰面是什么样的方式碰面？
最精彩的是碰面没结果，你还是会听到川普出来说有没有？刚刚我们碰面了，什么事都解决了，你看着办好了。好，我们请舰长。刚刚两个老师都把美国狠狠亏了一顿，我真的很想去称赞他，因为那个美国是一个我曾经年轻的时候非常向往的一个国家。我们都是然后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则新闻，你知道，一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这一次的谈判，川普政府要出大招，要出狠招了。我一听，哎呦，有什么东西呢？赶快翻进去一看，是说居然要限制它的软体，它的什么软体？他把它列了一些东西。我看完那个东西，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感觉，这个东西粗糙、草率到了极点。川普政府经常做过很草率的一个决定，随性而为，就是这样一讲。好比说，很久以前他说这个不在美国拍摄的这个电影就要抽这个税。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不在美国拍？它有前置后置，我中间来一段到你这拍，那个没有办法执行的，你知道？今天我同样告诉各位。软体没有办法落实，也没有办法执行。我就是软体工程师，为什么你知道吗？今天如果说我们进硬体，我这里有一个不要杯子让水抖出来了，我居然说一个笔，这是不是一个硬体？我今天说规定你这个笔不准输入到别的国家，那我今天制造了5万只，那我偷偷拿一个这个2万只输送过去，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一个可以查的，可以追踪的。什么是软体？我今天手机里面有一个软体程式，那叫软体。我怎么样去传送过去？我透过网络就可以，你知不知道？各种网络，我哗一传，现在传输速度多快？就算说你这个程式很大很大，现在这么小的一个硬碟哦，可以放500 Giga。你们如果了解软体的话，你知道什么500 Giga 是什么概念？我可以很容易的传过去。然后记住哦，如果硬体少了一个，那一个对一个。今天你明明有5万个，怎么少了2万个？那一抓出来了。软体我传送一个过去，谁知道少了？有少吗？没有少哎。第二个，我传送出去可以不动声色，没有任何人知道的传到那里去之后，我的这个接收端这里哦，我只要拿到一个，我可以给10万个用。因为软体就是一个一个复制的去用的，所以你想到这里就会知道说。限制软体要如何落实？有钱人是鬼推磨啊！我今天只要收买一个这个软体公司一个人，他私底下拿一个小东西，或直接在网络上传，网络上传可能追得到。我拿一个很小的一个消息直接出来，我拿到就全部解决了，你知不知道？你如何去挡？那是挡不住的。而且刚刚李正峰老师说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你知道，双方对视的时候，你先去比他的将对将。这一次的2个谈判的，一个是李成钢，一个是贝森特。今天我才收到了一份好长的一个分析，李成钢的出身背景，过去几十年在干什么，贝森特在做什么。你发觉李成钢是超级的内行，几十年来在搞这些商务谈判。贝森特呢？贝森特前几天还开一个，可能在一个财经公司当一个什么顾问而已。你说这个将对将还有得打吗？美国对外有这个贸易战，其实对内现在也出现了非常多的一个状况，我们就先来关心哦。这是在唐人街爆发了警民冲突，这是 ICE 的这个执法过当 ，ICE 就是他们的这个移民的执法单位。那主要是因为美国 ICE 它要扫荡美国纽约唐人街的这个摊贩，那民众抗议爆发了严重的这个警民冲突。那 ICE 以打击假货销售为名义来突击了这个纽约的唐人街，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画面是非常的混乱。而 ICE 它是高调逮捕行动，惹了现场非常多的民众不满，彼此爆发了所谓的警民冲突。有人向执法单位的这些人员来叫骂，来阻挡车辆来行驶，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 ICE 出现非常的一个状况。另外这边就有提到，因为他的执法过当，真的出现了这个挂彩的情形哦。这是 TikTok 的创作者呢，他是被 ICE 的探员包围，而且堵住车后，然后两方发生了一些冲突之后，这个创作者他的手就被这个子弹打到，而这个负责执法的这些法警也因为子弹的反弹而伤到自己的手部，所以包括被逮捕的跟这执法单位都出现了一些受伤的一些情况，而这些
执法的一个混乱情况，凸显了这个ICE的打击行动的所谓的侵略性，然后非常非常的暴力哈。那按照这个前ICE的前参谋长，他就特别提到，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向行驶中的车辆来开枪，这不是执法的标准。这让人家会觉得是说，ICE它到底它的包括了训练，包括了它一些政策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它的一些之前的政策已经被撤销了吗？培训也出现了一些改变。甚至现在有一些媒体报道是说，ICE的新招募人员他没有经过全面审查就参加相关的一些培训，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有犯罪背景，或是没有通过药物的一些相关一些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移民的执法单位最近可以说是状况连连，特别是在执法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在美国呢，现在这个联邦政府它还是政府停摆的一个状况，到现在都没有获得任何的一些解决哈。按照这些很多可以看到员工他们提出了一些，因为现在没有钱了，然后有一个这个雇员他就说他下班以后要去开 Uber 要送餐，然后因为他想要让家里有饭可以吃。那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TSA 的安检人员，他说他现在必须要贷款$300来支付日常的开支，甚至现在有出现数百个公务员，他这个排队排2个小时，他只是为了要领1箱的罐头，可以看到生活上已经面对了很大的一个困境哦。目前为止，停摆已经进入第3周，大约有140名被迫休假或返回无薪假的联邦的雇员受到了一些影响。到目前为止，甚至需要靠救济来进行相关的一些维生。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是过得非常非常多的辛苦，排队2个小时才能领1箱免费的这个罐头。这是公务人员他们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现在有人质疑是说，我拿不到钱，可是这些所谓的 ICE 就是前面他们执法单位。因为他们有配枪，所以受到重视。反而另外一些这个所谓的行政人员，他们同样天天得到办公室去上班，却是拿不到薪水，他们也得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剥夺感。ICE可以拿到钱，可是这些行政幕僚人员，他们却必须要上班，可是拿不到钱。目前整个包括了美国政府停摆，甚至还殃及了美国这个驻德的美军基地，还有德国的雇员也面临欠薪的状况。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政府停摆的状况，风波持续的延烧，到目前为止已经停摆了22天，是史上的第2场。可是呢，川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要寻求解决，他拒绝跟民主党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谈判。这也反映到他的民调，61%的民众现在是不满意川普的这个表现，近60%是不挺共和党来完全执政。那民主党渴望重新夺回国会，可以看到整个政府的停摆对川普的民调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停摆了到目前23天，美国的经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冲击，包括了这个失业率、零售额的这些相关统计数据的中断，因为得不到政府上提供相关的一些数字，所以官员在评估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半盲的一个状况哦。那包括了一些像是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拟定都缺乏依据，很可能会出现误判。而另一方面呢，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债因为整个国内局势不稳定，美国国债也破了38兆美元，这是再创新高哦，可以说是美国平均背债已经是超过了11.1万美元。我们请亮哥。这个短期内不会有解了，因为川普主要还是为了非法移民嘛。因为民主党要的是平民医疗法案，可是平民医疗法案只要通过，那现况的非法定居的移民可以享用。对，那川普不接受啊，就卡在这里啊。那民主党就觉得说人家已经来了，人家会生病啊，而且他们真的在帮美国做一些低端的没有人要做的工作嘛，比如说屠宰啊，或者果实的收割啦，等等啊，就卡在这里啊，这真的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啊。那而且川普发现，他现在用国民兵到各城市去取缔那些非法移民，得到的赞赏声音很大啦。所以你也知道嘛，因为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搞到现在，坦白讲也打不下去了啦。是，所以他不断的在各城市去抓非法移民，然后呢，好像可以提高治安的指标啊。这个是他目前为止唯一民调比较看好的
一个项目，所以就不容易轻易让步啊，就真的卡在这里啊，那美国老百姓是很不幸啊，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得出来，美国竟然公务员也没有储蓄，对，这简直是离谱啊！这些人都是公务员，结果竟然我也看到那个军人排队了啊，然后也是要领粮食，领罐头，然后还有公务员还不到1个月，还要去开 Uber。薪水这个社会不低耶实在蛮可怕的。薪水不低，然后都没有完全没有存款他。们的薪水不差的，对啊，军工我现在是不差的就在讲说，这些人并不是对低薪对的对中下阶层的，而且是固定结果收入的。他竟然没有储蓄啊，可能他们家就只有他是有工作了，有可能是这样。那大家都靠你养啊，所以这个实在是那个社会困顿的状况，真的是难以想象啊。可是看起来真的是没有解了。那目前民主党也发现了，这样搞下去，民主党的选民可以得到凝聚了。那目前因为经济指标对川普越来越不利嘛，我讲的是经济啊，所以民主党越来越认为他们可以胜选。我讲的是明年啊，所以就更不愿意在这种基本的信条的政策上做任何让步了。现在就是僵住了。是，坦白讲，我们本来以为10月中就会结束了，2个礼拜嘛，现在都已经第2场了，竟然到了3个礼拜了，对22。 23了， 35了，对，川普那个第一任最高纪录就是37了35 ，35，反正啊，这个实在是一个，而且这个东西如果拖到一定程度啊，我认为股市也会开始反应。就川普难道就是《华尔街日报》说中了吗？除了股市暴跌之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影响到他。那这样就蛮悲哀的啦。搞到在野党也没用啊，那各种去告他违宪的、违法的也没用，只有股市暴跌能治得了他，变成这样啊，实在是太悲哀了啦。我们请盛峰老师。你们觉得共和党很像民进党，就是搞死你，然后民主党很像蓝军，很像国民党，这是什么样子？等你死。你不觉得像不像？很像啊。这个川普真的是搞死你，那搞得都大话怎么办？那民进党现在不是有什么办法，我就等你，等你个死了，我就起来。唉，想的多悲哀啊！我们想一个小题，我很不喜欢提一个小题，但这小题反映了很多事。美国的军人、公务人员是算高薪，对，而且是稳定的薪水。今天为什么会缺钱？因为提前消费了，而且是养成了一种习惯。不但这样子，他呢薪水来是按照计划再分配出去的，所以当薪水不能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按照计划了。他容易取得贷款，因为他有固定收入，是有身份的，所以他很容易取得贷款。贷款呢，很容易取得，那贷款拿了我就来买我的东西，那我就按照这个呢来做分配。是，所以当不进来的时候，他都出问题。所以跟我们是很难想象，所以我们大家做了一点钱，就想办法先存。我们从年轻都是开始先存钱开始的嘛，不然你怎么过日子呢？但是好像在美国里面是不值得的。然后呢，刚才来看呢。你知道所有的人领不到钱 ，IC 的人领得到钱，不是因为他带枪 ，IC 哦，不是因为他带枪，是因为他在执行。对，因为他这假若不发薪水的，他不执行，那整个川普开出来的那个政见呐，说崩就崩啊，那是一夕之间的事情，所以就搞得整个的团是很不舒服的。说哦，一样大家都当公务员，你可以拿钱，我不能，然后我后勤替你服务的。我也不能拿薪水，那你可以，这个啊，真的，这个天平地平，人心不平啊，人心不平，天下真的就难太平了，就这样子啊。所以从这样子来看，还可以看到第二个问题会产生，因为 IC 这一次的执法里面，就好像东厂跟锦衣卫，他今天几乎是没有什么法律限制啊，是看到那个整个出去，这个不像在抓人啊，这好像是。看到人就逮的样，所以我认为黑命贵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不知道，已经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
那假如再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情，整个的会变成怎么样呢？美国的社会现在处在一个我们怎么看？不是我们在故意唱衰它，实在是想找它几个优点来好好谈谈，免得跟人家说我们都在唱衰美国啊，真的不太好找，真的还不太好找啊。是，最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停摆，这政府的停摆不要小看，不是10天20几天，一个常常因为政治而停摆的政府，你说在这个国家里面会带给人家是什么观念？就好像一个公司每年都会有固定式的一个月花不出薪水，我就不晓得员工的心情会有什么个看法。是，这个不，你告诉我员工，哎呀，因为我们那个货款要进来没有进来啊，所以我花不出来啊。员工是听不下的，员工只有说，那你这钱先花给我嘛，那个进来再说嘛。一样的道理，我今天就做一个尽职的公务人员，为什么领不到薪水呢？领不到薪水算，我还要去排队去领救济品，那个对一个人尊严的冲突啊，会有多大？那军人更离谱对啊，那军人的一个国家搞到的明朝会亡不就这样子吗？明朝会亡，这个军人领不到金奖吗？不领不，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奖迟早会下来的，迟早会下来是明天了，那今天我过不了日子了，所以真的有一天真的出现了，假如美国的军人都常常穿着很漂亮的军服出现了，哪天忽然大家都穿军服，不是出来阅兵啊，是来干什么？是来领队啊？不，领队领救济品。你看那个画面会是什么画面？一个看到的画面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个看到的是大家穿好军服，然后在那里等着花。我靠，那个国家，你告诉我说你有多行哦，大概都没有人会相信。所以美国到了今天，不是我们在看衰它，事实上这个川普这个天才啊，我再来讲，好像是8月份，我没有忘记，应该是8月份，《纽约时报》就出了一篇文章，假如我们的总统只有5岁。你看这个标题就好了，内容不用看了。是，假如我们的总统只有5岁，为什么？就好像跟小孩子在吵架一样。我们请舰长。大家可能会觉得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他的公务员、军人都是一些就是收入还算中上以上的这个，只有22天没有发薪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跟你讲，以我的观点来看，我非常能够体会。我先说我的第一个经验，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啊，在波士顿大学读书，有一天同学来找我帮我们一个学长，他去搬家，他毕业了，夫妇2个都毕业了。他从市区搬到郊区，就有点像我们的台北市搬到好比说林口，他在那里买了一个独栋的一个 house， 一个独栋的别墅，很大哦。然后我们搬完之后，我跟他在那聊天，他们2个夫妻啊，各赚大概3000，那个时候的大概月薪3000。然后他买这个房子哦，很漂亮，很大哦。然后他说他那个头款是4万块，他父母给的，然后他1个月折大概1800块要付，也许要付20年、30年，我记不到多少年，大概1800块。他2夫妇每个月缴的税大概2000块，因为他们2个人都要通勤，所以他们2个同时贷款买了2部新车，1个月大概都是300块。我刚刚说的这些东西，税钱、房屋贷款、车钱贷完之后，他们大概夫妻1个月还剩下1600块。你现在600块，我可以看到他可以过得很好。中国的夫妇在那个时间，可能他们一定回家吃饭，1个月大概做不到600块钱，花不到600块，然后他还可以1个月存1000块。可是你知不知道美国的夫妇可能怎么样？每天晚上我们都是有钱啊，那这算中高收入以上的啊，我们就到馆子吃个饭啊，偶尔出国旅游一下啊。他们真的是一个消费性的民族。同样的，我说的刚刚这个夫妻哦，你去想一件事情，如果3年后2夫妇同时失业，他们接下来怎么面对？结束啊，房子立刻被拍卖，车子被抽走，2个立刻变成现在所谓的叫做无业游民啊。所以你就知道美国人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消费的。那第二个，你再讲到这些公务员跟军人的心态哦，我最了解了。我这一辈子都是从我10几岁就进入军中啊，我怎么会吃不饱呢？我退休之后到今天都有终身俸，你知道？我说一个跟你们听，你们可能都不信，我这一辈子几乎都是月光族，就是我的钱啊，到个月底剩一点，我可能就给它花掉了，就没了。为什么？下个月那个钱就会进来嘛。我怎么可能没有钱？我没有钱就是国家垮了，国家垮了，你有新台币有什么用？
所以军人、公务人员不太有危机意识。当你扣他1个月不发薪水，他真的可能出现问题，尤其像美国这种消费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川普的问题实在非常的多，不止国内。现在我们再来看国外的问题。现在呢，这个川普又对准了就是俄罗斯，对准了就是普丁哦。因为看到标题写的，川普又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他要对俄罗斯祭出所谓最大规模的制裁，因为普京不老实。按照这个贝森特的说法是说，因为川普总统并没有用坦率、诚实的态度来走上谈判桌。那目前要怎么对这个怎么对俄罗斯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制裁？因为按照目前标题的写是说，峰会取消之后，本来2个是要举行双普会，可是现在双普会可能喊停。那取消之后要进行相关的制裁，是锁定2大石油巨擘，包括这2家石油公司。那这个是川普第2任任期第一次对俄罗斯祭出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制裁，这也标志着他对俄罗斯的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向。那《卫报》也特别提到，川普对于普京的极端立场呢是感到相当的不耐烦，所以会采取比较强硬的经济相关手段来进行制裁。不止对于这个普丁哦，他现在还想拉习近平来进行对于俄罗斯的一些相关的制裁。按照川普的说法是说，他觉得自己真正需要和他们谈的是要如何结束俄乌战争，是透过石油、能源还是其他的一些途径？那川普认为习近平会非常非常乐意接受，这是川普自己的一个说法。而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是不是对这个乌克兰来开绿灯，来进行这个长程这个导弹的一些发射？因为按照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披露，川普呢政府解除了一项关键的一些相关的限制，他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这个暴风之眼长程逆中的巡弋飞弹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相关目标。这个关键的批准权呢，已经从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的手上转给了兼任北约的盟军最高统帅驻欧美军司令格林克维奇将军，形同呢就是乌克兰打开了一扇这个方便之门，可以绕过华府来进行政治审查，直接让英国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决定哦。那乌军也证实，他在21号的时候，利用这个绿灯，成功的袭击了一座俄罗斯的这个军工厂哦。那这个所谓的白宫，他默许乌军使用暴风之影来打进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批准权。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这边是发文否认，他说这些都跟美国无关，这个不是美国同意的，也不是美国来用一个所谓绕过的一个方式来让这个乌克兰发射这些飞弹。那另一方面呢，看得出来，川普呢要对俄罗斯来进行施压。那普丁也不是省油的灯。目前呢，普京他是来督导俄军进行核武的相关演习。有关于俄军目前正在举行的这个陆海空战略核武力量的一些相关演习，它试射了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雅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另外呢，布良斯克号的战略核舰也发射了深蓝的导弹的相关的一些导弹。这也可以看到，目前呢，包括了普京呢，是针对了俄罗斯的军演来亲自来进行相关的一些督导。除了俄罗斯之外呢，在这个美国自己的后门哦，就是这个委内瑞拉这边的状况还是持续的来进行美国的一些后续哦。川普的海上扫毒案从了加勒比海，目前已经延烧到了太平洋。那美军呢是用反恐正义为名义，现在是这个对于南美洲外海袭击了2名疑似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毒贩，整个扫毒的战争是扩大。整个规模越来越扩大，目前总共发动了8次的攻击行动，已经造成了34个人的死亡。那按照这样子，连从加勒比海跨到太平洋的运毒船，川普说是为了要拯救美国人的这个性命哦。按照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要合理美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打击的行动？而另一方面呢，马杜罗他放话有5000枚的遏制飞弹要制衡美军的力量，因为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总统他表示拥有不少的至少5000枚的遏制短程飞弹哦，这个飞弹呢对美国造成很大的一些威胁，包括了美国的战区网站就有报道，委内瑞拉里面有包括苏俄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战机，还有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呢，对于委内瑞拉周边海域的美国军舰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些相关的威胁。我们来请一下亮哥。
这个川普都这边自吹自擂啊，又说哎呀，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啊，说中国大陆就会停买俄罗斯的石油。我不知道他这个信心是哪里来的啊。上前一阵子，那个印度暂停买俄罗斯的石油，中国是加买。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怎么推论的啊。那中国大陆买俄罗斯的石油，川普很生气，说我要开征100%的关税，没有看到啊，150，就是没有看到嘛，就他个人在那边叫，然后都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楼梯响啊，都没有啊。那英国暴风之影是这样啦，因为这个飞弹啊，它是次音速，对，那大概是0.8马赫左右啊，那它的射程大概是250到350公里，350公里啊，那相对于战斧是短多了啦，对啊，因为美国本来又说要提供战斧，但是1800到2000多公里啊，那个普京非常有意见，所以普京就直接打电话给川普啊，说你如果真的把战斧交给乌克兰，那这个战争就升级哦。那我认为川普没有讲出来，普京可能就直接跟他讲，我可能会用小规模的核武器的。那立刻川普就说了啊，川普就立刻说啊，我要跟普京到匈牙利谈一谈啊。然后泽连斯基不是去白宫吗？还被川普教训啊，说你那个顿巴斯你就不要了啦，就地停火。那《金融时报》写的很难听啊，说他还把那个战况的地图丢在地上。然后事后我们又看到泽连斯基好可怜啊，白宫的草坪也不能用，然后在旁边弄个小桌子摆麦克风，那边开记者会，好难看，饱受羞辱。不过泽连斯基也是故意的啦，你这样对我啊，然后现在又来了，暴风之影跟我没关系啊，没有错，那个是英法合制的，那主要是英国是啊，英国本来就比较积极啦，其实俄乌战争最积极介入就是英国，所以反正就英国在用嘛啊，我觉得俄罗斯啊对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比较谨慎，所以如果是英国啊、法国给乌克兰武器，俄罗斯就假装没看到。可是如果是其他国家，那搞不好就直接打你啊。所以我是觉得这里俄罗斯还是有一定的分寸。那因为只是暴风之影嘛，暴风之影就是打250到350公里啊。那只要不是战斧飞弹嘛，只要不是德国的金牛飞弹，金牛飞弹可以打500公里。是德国后来不敢给，因为俄罗斯跟德国警告，我真的打你哦，你不要开玩笑啊！事实上现在丹麦跟荷兰要给乌克兰 F-16，也真不敢给，因为俄罗斯真的会打你哎，你不要小看俄罗斯啊，俄罗斯这个国家啊，就直接在丹麦机场上面用无人机啊，是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一团乱嘛，那也不知道川普现在俄乌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算啊？暴风之影再这样打下去，那俄罗斯一定要报复嘛，那到时候怎么办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讨论。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盛峰老师。川普一直讲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世界7场8场的战争啊，实际上是吹牛。那我们看的比较明显的就是2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加沙，可是加沙那是一个火药库啊，什么时候会再复燃，没有人知道。我想没有人认为他真的把它解决，只是把一个正在爆炸的东西把它给稳下来了而已。事实上，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但是他已经急忙的已经在发表了加沙，因为他又怎么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选举的时候，全世界都听过的，只要我当选总统，24小时内能够把俄乌战争给停下来，这样的一个夸夸而谈的事，到了今天已经是6个多月过去了，7个月已经即将要来临了。
各位看不到这一场战争怎么结束。可能是250天。对，这大家不知道该怎么250门，对吧？他不知道怎么结束。那现在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逼迫俄罗斯，因为大家都是核子大国。对，别人讲你要逼俄罗斯有那么容易吗？你说制裁，俄罗斯说该制裁也制裁差不多了，他已经从制裁中寻找这一条生存之道了，活得不快乐，但是最起码是可以活得下去的。那你知道怎么办？只好去施压那一个被他拱火上战场的乌克兰。所以每次谈到乌克兰，台湾人都要想一想，千万不要去上这些列强的当。你可以看，把他给搞上来了，搞上来之后，他搞不定俄罗斯，那之后搞谁？之后搞乌克兰了。因为修理乌克兰是没有风险的，修理俄罗斯是有风险的。你说他敢跟俄罗斯怎么样吗？最多还是再个制裁吧。真的他敢动用武器，真的他敢把那个可以打到莫斯科的武器提供给这个乌克兰，这一提供之后会出现什么变化是不知道。至少2次大战以后到现在为止，5大强韧理事国之间，大家还真的没有针尖对麦芒的，大家之间的干过，真的没有过，因为大家都知道不能干的，所以这个时候看他的牛什么时候结束。最后呢，我打算谈一下。这个对于这个委内瑞拉的这样的做法，动不动就派着飞机把这样的船给炸沉，把人给杀了，这是为了救美国人，因为不想让毒品泛滥。那跟杜特地有什么不一样呢？杜特地被你们形容的是多恶劣，那杜特地是在他的国内杀，你是在哪里杀？你是在海岸线有经过审判吗？有证据吗？那个真的就是毒贩吗？谁赶得出来？但是他就这样干了，所以当川普跟杜特地拿着一起来做比较的时候，是杜特地抬高了身份了，那川普贬低了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讨论。死了30个人。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舰长。这个川普，大家从他上任开始看到今天，应该非常习惯于他每天随性而来的说的一些话。这些话说到第2天也没有应验，或是根本证明他是错的，他是一点都不在乎的，因为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川普的一个个性。那至于这一次，你看他又开始又骂那个普丁了，讲普丁这个那个不对。我觉得他讲了这么多的理由之后贝森特就是昨天他讲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才是他们讨厌普丁的关键。贝森特说什么你知道？他说普丁总统未如我们所愿，以诚实坦率的态度走上谈判桌。第2句话，什么叫诚实坦率？那个是各种的定义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前提的条件是今天这个真正的关键，就是普丁未如我们所愿。我们是谁？就是美国。这个世界现在只要不听美国的话，他就以各种的东西来抹黑你，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有谁不听美国的话？排名第1的是中国，排名第2是俄罗斯，排名第3的是印度，排名第4的是巴西。你知道这4个国家是金砖发起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点底气，他们才敢不听话，否则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是只能听话。欧盟